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们幸福增加第4季第1集。今天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天，孩子们都兴奋异常。不过，这同样也是发成绩单的日子。看着齐刷刷的 F， 小新觉得人生都灰暗了。他向老师表示，必须要平均分 C， 否则就不能参加小丑露营了。小爱想了一下，大发慈悲把成绩都改成了 C， 谢了，大美女。小爱开心摸了摸小新的头，小新，我会想你的。这时候广播响了，校长通知孩子们炸学校，其他都是拿小铲小锤。小新倒好，开来了吊车，挥起铅球，学校名字都给砸了，基本鉴定这货是在做梦。小新正哼着小曲操纵了吊车，辛爸来叫他起床了。他告诉老爸，我梦到今天是学期末了。辛爸表示，对呀，今天就是。早餐时间，小新还不忘拿着小丑露营的卡片看。辛妈问丈夫，是否还记得答应孩子们的事？当然了，不就是18岁之后就自立门户吗？辛小妹打断了父亲的话，不是这个，是如果他们的平均分都达到了 C， 就让他们去参加小丑露营。女儿的成绩当时没话说，但儿子辛爸还是知道的，他的水平要是能达到那种程度，无疑是难于登天。任小新怎么样耍花招，辛爸只有一句话，没达到就不能去。到分发成绩单的时候了，辛小妹看着上面那个刺眼的 B 加，怎么回事？我从来没有得过 B， 她简直感觉自己要疯了。走上讲台去找老师，得到答案却是每个人的永久档案中都会有点遗憾。辛小妹丝毫没有罢休的意思，抓住老师的手，强行让他再考虑一下，这可能就是好成绩学生的执着吧。另一边小新也十分焦急，他正在讲台前踱来踱去，还告诉小爱，希望他能考虑到自己所有课本返还时都保存完好，还有些连包装都没有拆。再加一句，我为你的美貌倾倒，我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一个天使。对于小屁孩的奉承，小爱完全不为所动，将成绩单递给了小新，看着上面清一色的递减，于是小新说出了他在梦里对老师说的话，梦和现实还是有区别的。小爱依旧没有改成绩的意愿，不能去露营，那就享受一个红灯高照盛夏吧。下课铃声敲响，孩子们都分了似的跑出教学楼，在校车上，大家也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，除了小新，此时他正在全神贯注的改成绩呢。辛小妹看了看他的成果，止不住大笑起来，你改成绩也改得靠谱点吧 A 加，你在想些什么呢？小新看着电视上，小丑说离露营只剩下1周的时间了，还介绍了各种娱乐项目，更重要的是去那里可以和小丑欢度暑假。小新再看了一眼手里的成绩单，也罢，那就放手一搏吧。此时辛巴正在除草，小新将成绩单递给老爸，看了一眼，辛巴有些生气，你小子蒙我呢，要知道从 D 改成 B 本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但你这也太贪心了吧。小新有些失落，我不能去露营了吗？辛爸告诉儿子，本想赐予你拿个好分数，但事与愿违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没必要让你负责，所以你可以去，而且我不想你一夏天都在我跟前晃悠，这才辛爸真实目的吧。确定了兄妹俩暑假的归宿，就开始准备需要带走的东西了。辛妈正为儿子收拾行李，你泳衣呢？小新不以为然，我要裸泳。辛妈吓了一跳，你小子要放飞自我。此时辛小妹正在医院备药，治疟疾的、麻疹的、脑炎的，还有麻风病的。医生没有理会这个小女孩，而是递给她一根棒棒糖。孩子们就要离开了，这顿饭就是临行前的最后一顿了。丈夫孩子都在狼吞虎咽，但辛妈还是十分动情哭了起来。校车已经在外面等候，旁边汇聚了前来送行家长。马店家长嘱咐儿子好好减肥，辛妈十分不舍亲吻了儿子和女儿。眼看着孩子们渐渐远去，家人们开始暴露本性，耶，神兽终于走了，再见了，别回来了。露营基地里，小丑已经在此等候多时。孩子们，欢迎来到小丑露营。什么？原来只是一段录像嘛。不过小丑也告诉大家，几星期内就能够见到他。在此之前，所有的事情就由他的好兄弟布莱克处理。他希望孩子们尊重布莱克，就像尊重他一样。虽然说到布莱克的名字时，完全像是和原视频拼凑而成的，但是糊弄底下的孩子们足够了。电视机旁的男人告诉他们，自己就是布莱克。过去15年，他一直主管着欧洲的小丑营地。敷衍的回答2个问题之后，布莱克将剩下的疑问交由另外3个人解答，他们就是混混组合。混混们带孩子们来到了住所，也就是一些破破烂烂的小木屋，里面还有各种飞禽走兽。一条蛇从辛小妹的脚边溜走，他有些不安。不过小新就淡定多了，这间房子有小丑阿可的认证，这可是高逼格才有的待遇。小新的想法显然过于天真，小丑冠冕的东西连钟表都是日常爆炸。露营生活就在混乱中开始了，松球果腹，巨浪游泳，胖子引体向上，稀饭跳青蛙，巨石追击，合唱台倒塌。孩子们可谓是在这里饱经磨难。而在他们只能喝稀粥的时候，那个所谓的顾问布莱克和他打手们正在温暖的房间里抽着雪茄，吃着大鱼大肉，真是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混混们走过来，关掉了房间里的灯，在漆黑的夜里，寒冷的吊床上，辛小妹对哥哥说，我觉得我会死的，妹妹，我们都会死的，可我说的是马上。
是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就在孩子们受到非人折磨的时候，他们心心念念小丑此时正悠哉看球呢。好些日子过去了，亲妈终于想起来给孩子们寄信。要说这夫妻俩今日的生活，那可真是快乐似神仙。没有孩子们在一旁添乱，他们彻底过上了没羞没臊，只想搞颜色的日子。由于没有来自孩子的压力，辛巴甚至还瘦了，也长出了头发。辛巴写信的时候，他正驮着小友心单手俯卧撑呢。辛巴首先希望孩子们一切安好，然后诉说辛巴蜕变，最后嘱咐他们吃自己做的小甜饼，以及十分想念他们。毫无意外，这份邮件被混混截胡了，信还是可以归还，不过小甜饼兄妹俩就无福享用了。等到混混走后，秦小妹掏出铅笔给妈妈回信：亲爱的爸爸妈妈，我不再害怕地狱，因为我来过阿可营地。我们的自然远足变成了严酷的死亡行军，我们的美术工艺中心其实是狄更斯笔下平民工厂。小新能撑到现在，全因他坚信不疑，小丑阿可终会现身。但我却更悲观，我不确定这封信能否送至你们手中，因为我们的通讯线已经被切断了。写字耗得我头晕眼花，所以在结尾处我要高呼：救救我们，快救救我们！大风吹拂了辛小妹的斗篷，她将自己唯一的希望交给了骑马的男士。男人收了酒，没有辜负辛小妹所托，这封信确实到了辛爸辛妈的手中，但他们并没有拿这封信当回事儿。辛妈觉得这只是小女孩的牢骚，如果他们现在就去接，到时候她又不愿意走了。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小木屋的屋顶都被掀翻了，孩子们只能勉强抱着柱子稳住自己。小新向妹妹表示，下个暑假说什么也要去打工。对孩子们来说，这是惊险一夜，而对于辛爸辛妈来说，这只是美好的野餐时刻。没有那俩孩子，他们仿佛回到了恋爱的时候。看着下面无精打采的孩子们，布莱克表示他准备了惊喜，那就是小丑阿可来了。小新显然是有些魔怔了，换着好基友和妹妹就说：看吧，我说他会来的，他会带来好吃好喝的，再给我们的敌人重重一击。然而事与愿违，那个看起来醉醺醺的小丑根本就不是阿可。作为死忠粉，小新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布莱克讪笑道：你是在说我把一个酒鬼扮成了小丑吗？看着酒鬼巴尼，小新表示他已经受够了，不是那么痴迷阿可，哪怕是服用阿可牌维生素让我心跳过速，或是阿可计算器上缺7少8，也可以接受他的自传有明显删节的腔文。但是这一次他太过分了，我们要见阿可，我们要见阿可。他的呼声很快就得到其他孩子的响应，布莱克开始慌了，他将责任怪到了混混们头上，你们就这样摧垮他们的意志的。不过他们也没能在台上拉扯多久，因为孩子们很快就冲了上来，孩子们毁了这里的一切。小仙放出了关在减肥集中营的小胖子们，辛小妹向孩子们分发各自家里寄来的邮件，营地的小丑旗帜也被降下来了，重新升起了邪恶的小新旗帜。就在女王将给小丑经受爵位之时，手下带来了一个紧急电话。此时辛爸辛妈还在练瑜伽，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电视上突然插播了一条紧急新闻：小丑绿营地遭遇危机，孩子们以武力占领了这个地方，3个顾问如今不知所踪。不过据说他们十分害怕。主持人继续跟进报道，表示自己将要去采访头目。辛巴不停地在心里祈祷，不要是那小子，不要是那小子。可惜注定要让他失望了。小新的脸出现在了镜头前，辛巴头发又掉了，肚子也大了一圈。就在小新接受采访之时，阿可也赶了过来。他一进营帐内就被一群持着武器的孩子们包围了。我不是水货，我真的是阿可。直到被扯开了衣服，他才算是自证真身。小新询问自己的偶像：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我绝不会把自己的名字给一个劣质产品。阿可崩溃的跪倒在地，他们往我家运了满满1卡车的钱，我又不是铁石心肠。小新继续揭露了营地的真相，他们给我们喝稀粥，还逼我们做外销钱夹。小丑听到孩子们的遭遇，更是禁不住掩面而泣。他向小新表示：我要补偿你们，让你们不虚此行。小丑确实兑现他的承诺，亲自驾驶巴士带着孩子们向快乐出发了。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没有人天生就应该被奴役，也没有人天生就高人一等。肆无忌惮消耗别人的耐心，一旦反弹就会如同绝地之霸，不可抑制。虽然孩子们最终心满意足，但这也引人深思，如果没有小新站出来，是否他们就会任人宰割，直到最后以至于彻底被击垮意志。得以解放也对此缄口不言。如果只是一味承受而不知反抗，哪怕1万人对抗1人，恐怕也难逃全军覆没的结局。再说小新如果不是为了偶像，以他的恶魔属性，根本不至于将自己逼到那种绝境。就是这样一个无条件支持偶像小男孩，得到的却是肉体和精神折磨。究其本质，还是因为资本和明星的勾当，利用粉丝的信任，让资本家随意收割韭菜，甚至可以将粉丝丢给别人而不闻不问。不可否认，偶像确实带给人们很多感动和陪伴，但是以次充好，恶意欺骗粉丝，未免让人心寒。更别说直接将孩子们扔给验过拔毛的恶棍。没有人交出自己的信任是为了让别人前来见他的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